日前，印度空军苏30 MKI 战机首次试射增程型布拉莫斯导弹，并取得成功。请教一下白先生，印军这一组合主要面向的是哪些方向？它其实是印度，应该是核常兼备的威胁周边的这些国家的一种手段啊。因为其实这个布拉莫斯呢，之前应该算是一款俄罗斯跟印度联合研制的装备，所以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来讲是要符合国际军援军贸体系中有关这种远程打击武器的射程上的限制啊，就300公里，所以它的射程也好，包括它作为一款超音速的空射巡航导弹呢，过去可能我们觉得2.5倍音速其实已经很快了，但是现在随着这个高超音速武器越来越多的出现呢，大家好像也觉得这个速度也就那么回事儿。那么对布拉莫斯的这种重视程度呢，很多国家其实是没有提起来的。但是反过来说，其实你看之前印度方面有所谓误射哈，向巴基斯坦的这个国境内发射过这个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印度方面现在把布拉莫斯也作为一种海陆空通用的相关型号在发展。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布拉莫斯在未来对于印度周边的国家，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其他的国家，其实威胁都应该说是相当大的。值得指出的是，印军号称国产的苏30 MKI 战机和布拉莫斯导弹技术都来自俄罗斯，然而印度造出来的这些装备却比俄罗斯生产的同型装备性能和稳定性都要差得多。请教一下杜先生，这说明了什么？目前印度制造在国际上是个贬义词，并不是说印度造出的武器装备就可以100%的发出战术技术性能，也说明呢，印度目前在创新发展以及呢印度特色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短板。同样一种武器装备，如果交给印度去组装，那么它的误差包括作战性能就会出现严重缩水。像出口的直升机，经常在其他国家空军节上坠毁，而且呢，出现了严重的伤亡。所以从目前看呢，印度武器装备的创新发展目前只是停留在表面。印度组装，和印度制造相比，还不能够完全划等号。虽然是克隆和复制俄罗斯技术，但由于工艺、材料，包括各种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漏洞，虽然模样还是那个模样，但作战性能已经有重大的差别。所以印度目前正在进行印度制造的这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呢会非常缓慢，也非常艰辛。要想在一夜之间形成军事强国，目前看呢难度极高。印度海军将于今年下拨款项，着手研制名为 GISAT-2 的侦察卫星。这将是一款用于监视海上目标的侦察卫星，用于提升在印度洋的作战能力。请教一下杜先生，印度方面究竟认为印度洋上存在哪些军事威胁？印度认为印度洋就是印度的洋，所以在印度洋上任何目标都是印度要侦察和发现的目标。印度目前呢，在美日印澳的大框架中，试图能够把眼睛睁得更大。把拳头打得更重，试图在周边形成所谓的军事存在。目前，印度在积极向周边扩展，像它的东进西出、南下战略，都是印度海军目前实现海上扩张的基本路径。如果南下，目标就是印度洋；如果能够在宽广的大洋上跟踪发现目标，并实现与其他国家的情报信息共享，至少可以让印度目前与其他大国的合作多一个尺寸、多个筹码。实际上呢，印度目前远洋作战能力和自己的实际水平相比，以及跟整个战略构想相比，存在着巨大落差。虽然想法非常的伟大，但是现实依然是十分骨感。